村里人都说山上有灵，但他为何不出来拯救我？在囚笼里生活了19年，我的结局好像固定了，被家人卖个好价钱，嫁给一个我没有见过的人。但清北大学让我看到了新的人生。可我没想到，他们还是不肯放过我。萧玄先生，邱家家主邱长生3跪9叩，步行100里前来求见。老爷啊，这萧玄何德何能受您这般对待啊？住口！萧先生乃千年长生者，他有夺天造化之功，鬼神莫测之术。我邱家即将有一场浩劫，除非萧先生出手，我们才有一线希望啊！赵家家主、薛家家主，这可都是华夏首屈一指的大家族，竟都跪在此处。修仙者之下，我等凡人都是草芥。在萧先生眼里，那些金银财宝，怕是连擦屁股纸都不如啊！诸位家主，请回吧。先生正在闭关，任何人都不见。师父，你做我弟子已有70余年了。回师父，已有72年03个月。弟子已老态龙钟，垂垂暮年，您却依然风采依旧。你下山去。师父，弟子有什么地方做的不对吗？我即将结丹飞升，你我缘分已尽。取一枚长生丹去，闭关期间我功力尽散，不会再见任何人。多谢先生。先生啊，你若能与我孙女欢好，我王家便能借您的光，庇佑百世，这可是天大的机缘，您可别怪我呀！总算把你给逮回来，你今天必须得给我嫁！爸，你放我回去吧。我好不容易考上清北，我毕业之后可以挣钱养你们。啊，清北算什么啊？也不看你什么贱命！你妹妹林娇娇可是怀了县里首富甄家的孩子，马上就要嫁过去了，刚好把你也嫁了，换点嫁妆，给娇娇装点门面。林娇娇的婚事凭什么让我买单？我也是你的亲女儿啊！你就是个赔钱货，这女人家读那么多书，她有什么用啊？再说那刘瘸子给20万彩礼，她不少了，你就知足吧你！啊！不要！你还敢还手？我让你过，我打死你！哎，你还敢咬人？性感！快追！别跑了！好了，别回来！如果真有神灵，能不能救救我？我不想被卖掉，我想读书，想要活下去。你是谁？我是萧玄，也就是刚才你所求之理。你可愿做我的药？如若愿意，从今往后没人敢伤你分毫。
我已经没有退路了。我愿意。这是千年古玉龙佩，能护你平安。你拿着，等我结丹后就会去迎娶你，我会给你一场3届最宏大的婚礼。我真傻，我怎么会信这个世界上真的有灵？如果你真的存在，为什么不来找我？孕妇先坐检查床那边吧。林若雪，这不是老林家的大女儿吗？怎么怀孕了？胎相好奇怪呀，才3个月，但已经成型了。哎呦，我行医这么多年，从来没有见到过。难道萧玄真是神灵，所以孩子才会这样特别？林若雪同学，期末测试你是全校第1，学校特批免除学杂费，将你保送研究生，只要体检通过就可以了。孩子，你不要怪我，我现在没有钱养活你，上学是我现在最重要的事情。如果有来生，我再做你的妈妈。医生，我不想要这个孩子。行吧，那你在这儿等会儿，我去给你拿药。喂，孩子，你是在踢我吗？你是在求我把你留下来吗？医生，我不打了。你个赔钱货，这天去哪儿了？要不是村医告诉我们，我们还找不着你。告诉你，就算是你跑到天涯海角，我们也能找到你。走，跟我回家。不要走，求不得你，走。快！没想到那女子已经怀上我的孩子。修仙者命数孤独，我千年长生，孑然一身至今，竟然还能留下我的血脉。恭贺萧先生结丹大成，我邱家奉上黄金100两，1000年人参，奉与先生。我赵家也奉上海外仙岛3座，只求先生日后能护我赵氏一族平安。母亲已怀上神胎，神胎呀，这便是1000年的福星啊！便是真人，神胎一丝福运，也够福寿绵延了。我答应过夫人，为其举办一场3届最宏大的婚礼。我要留在这里，定下神婚契约。你们即刻动身迎接夫人与孩子，务必保他们周全，不得有半分差池。为我迎接夫人与神胎者，萧玄将护其百世。谨遵先生令，必迎回夫人与神胎。你还要不要脸？放着我们给你找好的亲事不去，非要在外面给别的野男人搞大肚子。哼，本来刘家那边的20万刚好够娇娇的价值，现在因为你全都毁了。真是我的好亲爹，把我像货一样卖给别人。我不会嫁，我要上大学，我要靠自己改变命运。李若雪，你宁愿给野男人睡，
也不愿意给我换首饰钱，你就是跟我故意作对。这块玉你不能来！真是个贱骨头，就跟别人乱搞，还带块破玉，真以为自己是千金小姐？再敢给我乱动，我就把你腿打断！爸妈，你们快来看，这块玉倒是好东西，刚好可以给我做嫁妆。哇，这裴千黄哪来这么好的东西？该死，又让他给跑了！这是千年古玉龙佩，能护你平安。你拿着，等我结丹后就会去迎娶你，我会给你一场3界最宏大的婚礼。夫人，从今日起，我要让3界皆知，你是我萧玄的妻。这是萧玄。张长，你说，求求你们救救我！我爸妈他要把我卖了！救救我！给我回去！你还不够丢人的，舔个肚子跑身子，你丢不丢人？哎，你怎么回事？你怎么把若雪打成这个样子？林天远，你可真够狠心的！小丽是萧先生的祠堂，不能胡来啊！就是，这都什么年代了，哪还有卖女儿的呀？你们难道就不怕先生责罚吗？哎呀，真是没脸了！林若雪这个死丫头，背着我们出去跟别人乱搞，弄大了肚子，把我们林家的脸都丢光了。我们这是为了给她找出路呀！哎，对，大家别信她了，这丫头从小就谎话连篇。她成绩之所以那么好，那全是抄别人的。对，哎呀，这林家的大女儿，真够丢人的呀！你说这还没嫁出去，那就怀上了，这以后谁敢要？家门不幸。早就说过了，这女孩子读那么多书啊没有用，心思都歪了，哪像人娇娇呀，马上就要嫁入豪门了，多有出息！那孩子留着也是个祸害。今天我就当着先生的面除了他，省得以后败坏林家名声。我的孩子！住手！天哪！我在电视上见过他，这不是荆州首富邱长生吗？听说人家手握上百亿的资产呢。这护氏赵家、港城孟家，一个个可都是一跺脚，整个华夏抖三抖的大人物啊！他们怎么来咱们这种小地方了？我等恭迎夫人回家。今日我等前来，是奉修仙者萧玄先生之命，迎接夫人回家。夫人与萧先生结缘，怀上了千年不育的神胎。修仙者，那不是我们祖祖辈辈供奉的萧先生吗？修仙者是凌驾于6界无敌般的存在，一仙之下，众生皆为草芥。你们村子不过是女好，刚好在先生避世隐居的山下。萧先生保佑，萧先生保佑！这萧先生竟然有夫人和孩子，难怪这么多豪门家族都来了。哎，你说，这要是伺候好了夫人，得到先生青睐，是不是就能长命百岁了呀？萧玄，原来你已经在找我了，我还以为你都忘记了我们之间的誓言。要是这修仙者看中咱们娇娇就好了。哎，咱们林家哪有这样的福分呢？你看娇娇她都怀孕了。我之前讨好的豪门，在修仙者面前连蝼蚁都不如。若是我能成为萧玄的夫人，就再也不用看任何人的脸色了。那
萧先生的夫人是谁呀？夫人怀有神胎，而且萧先生为夫人留下了信物，一块1000年古玉龙佩。凡是有信物在身者，就是萧夫人。他说的不就是林若雪身上戴的玉佩吗？难道林若雪怀的是神胎？凭什么？她从小成绩好就算了，凭什么嫁的也比我好？这身份本该是我的。舅舅，他们说的若雪的那个玉佩是不是？那是我的玉佩。爸妈，你们忘了我们是怎么对她的吗？她要是成了修仙者的夫人，咱们就死无葬身之地了。各位家主，你们要找的夫人是我。啊，是你？这块玉佩一直在我身上，我就是你们要找的夫人。啊，对，这玉佩就是娇娇的，她就是萧先生的夫人呐。对，这确实是1000年古玉龙佩啊！参见夫人。夫人，既然信物在此，那么咱们准备车辆去见萧先生吧。不是的，这玉佩是萧玄3个月前亲手给我的，刚才是林娇娇从我这里抢走，我才是你们要找的人。秋秋，你怎么看？他说的有鼻子有眼的，如果咱们真弄错了，谁能受得起先生的愤怒？邱家主，你们别相信他。3个月前我和阿玄结缘的事早就告诉过他，他就是嫉妒我要嫁给阿玄，故意编造谎话冒充的。姐姐，从小到大你抢我的东西我都忍了，但是阿玄你不该抢。不是这样的，你说谎！你个不知廉耻的东西，不知道你跟哪个野男人偷怀的杂种，现在居然还敢冒充娇娇的身份！我们林家没有你这样的女儿。今天我就让大家伙看看你这贱骨头的样子，敢冒充萧夫人，我看你是活腻了！是啊，林若雪不是怀了外面野男人之种吗？她要是怀的真是萧先生的神胎，那为什么不早说呢？够了！你口口声声说你是真夫人，却拿不出半点证据，冒犯仙人者，杀无赦。邱家主，您别跟他一般见识，他就是太嫉妒我了。咱们别耽误时间了，现在就启程吧。阿雪还在等我们呢。你再敢给我乱说话，我就打断你的腿！我有证据，我能证明这玉佩是我的。不可能，玉佩在我手里，他能有什么证据？你还有什么证据？如果你再敢撒谎，休怪我对你不客气。绑玉佩的挂绳还在我脖子上。这丝线和佩绳确实是一致的，断口吻合，丝线和挂绳一致。难道这玉佩真的是你抢的？林若雪肯定之前看到我戴玉佩，偷偷记下了佩绳样式，编一个假绳就想冒充，真是痴心妄想。邱家主，你别忘了，玉佩在我手里，这才是信物。他拿不出玉佩，说什么都是瞎编。你想承受阿玄的怒火吗？不敢。对了，邱家主，你可别听他乱说，我们全村人都知道，这丫头从小就谎话连篇，整天歪门邪道的，就想攀豪门高枝。这种败类，真是我们林家的耻辱。你说的不正是你的宝贝女儿林娇娇吗？哎呦，邱家主，我们供她上学不容易呀，省吃俭用为凑学费，她倒好，不敢就罢了，还骗到您头上。你说这要传出去，人家都以为我们林家教女无方，连萧先生这种大人物，他都敢骗。从小到大，你们把一切好的都以林娇娇为先，我只能捡她剩下的。现在，你们连我的幸福都要抢走给她，我已经忍够了，我真的不能再忍了。你
这个不知死活的赔钱货，我今天打死你！好了，这丫头拿不出任何信物，还在这胡搅蛮缠。来人，把她抓起来，请先生亲自处置。萧玄先生到。奉萧玄先生之命，送夫人聘礼，祝萧先生和夫人百年好合，永结同心。第一盘，千年暖玉，可滋养神胎。我的天哪，这暖玉一克都价值几万，这得多少钱？哎呀，这要是跟嫁给修仙者相比，那这些钱倒也不算什么了哈。5颗长生丹，服用后可延寿100年，并不入体。这可真是好东西啊，有钱都买不到啊！一世富贵不如修仙长生，有了这种境界，我们林家想不富裕都难呐。林若雪看到了吗？这才是我的未来。你想改变命运，痴心妄想。凤凰羽之嫁衣1件，黄金首饰100斤，夜明珠10颗，帝王绿翡翠手镯1个。老朽家何德何能，竟得萧先生如此垂爱？有劳萧先生。没想到萧先生对夫人如此重视，此等手笔，放眼整个华夏，也只有萧先生能做得到了。如此说来，我们更得讨夫人欢心了。不愧是修仙者，送的礼物竟如此贵重，娇娇这一世好福气呀！恭喜夫人获得先生的如此重视啊！这等宝物，我真是闻所未闻呐！恭喜夫人，贺喜夫人！真是眼下心盲，怎么对得起萧玄对你们的信任？住口！你也敢提萧先生的名讳，冒犯修仙者，当处以灵鞭之刑。姐姐，你冒犯了阿玄，就连我也救不了你呢。这位龙佩，林若雪什么情况忙了？他才是萧先生的夫人。肯定是阿玄察觉到他在撒谎，才让玉佩有动静，警告他别再骗人。不行，玉佩不能留。我的护心龙佩碎了，难道是夫人遇到了危险？不行，我得亲自去。哎呀，话怎么变了？难道说我们惹得先生不高兴了吗？哎呀，先生饶命！先生饶命啊！息怒了，先生息怒。千年来，我们靠山吃山，这先生呢，就是我们山中的神仙，那就是我们的再生父母啊！这要是惹怒了先生，我们就都完蛋了呀！仙人一怒，3界皆休啊！一定是玉佩损毁，夫人遭辱，被先生察觉了。大家别慌，是他，是林若雪故意撞我，才弄碎了玉佩。她见不得我当夫人，所以才毁了阿玄的信物。诸位放心，我以萧夫人的名义担保，此事与大家无关。只要把林若雪这个骗子抓起来严惩，萧先生一定会原谅你们的。把先生的灵鞭给我拿过来！这个骗子不仅冒充夫人，还损毁了玉佩。我要让他知道得罪修仙者的下场。这就是灵鞭啊！怎么一靠近我就感觉浑身发冷啊？凡人都给我让开！这是专门用来惩罚修仙者的刑具，抽在人身上不仅皮开肉绽，更会伤及灵魂。
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那这若雪不会和孩子被一起打死吧？哎呀，谁让他被那野男人给搞大了肚子，还在这儿撒谎冒充夫人，这就是骗子该有的下场。不要！我肚里还怀着萧雪的孩子，他会没命的。还在嘴硬，我亲自来，我要让他知道，冒充夫人毁了阿玄幸福的下场。林若雪，没了这个孩子，我看你还怎么跟我抢萧夫人的位置？求求你放了我的孩子，孩子是无辜的，我什么都可以给你，只要你能放了他。哼，放过你？谁让你毁了萧先生的玉佩，还在这儿装可怜？就得给你个教训，跟你的孩子一起死吧！妈妈，你是我的孩子吗？对不起，妈妈，我还没成型，我的神力不够保护你了。不是你的错，是妈妈错，妈妈对不起，妈妈没有保护好你。妈妈别怕，我感觉到了，爸爸很快就来了，他一定能救我们的。这难道是神潭护体？大家别信他，是他故意用邪术反抗。那道金光是我肚子里的神胎为了保护我才出现的。啊，对，刚才萧夫人差点被若雪的邪术给伤到肚子。如果这事被萧先生知道，他这样对待神胎，肯定不会放过他的。把他的孩子给我打掉，用他的孩子向先生赔罪，或许先生还能饶过我们。别动！住手！怎么回事？我的双腿怎么不受控制了？神恩现世了！神恩现世了！先生出关啦！小雪，救救我们的孩子！小雪，救救我们的孩子！你演的跟真的一样，林若雪，你真以为先生会来救你？做梦！小雪不会不管我的，她一定会来救我和孩子的。够了！到现在你还在说谎，你今天死定了！你这个贱人！刚才我们差点给你跪下，今天我要不打死你，我就跟你姓！你还敢用先生的名义装神弄鬼？来人，拿灵鞭狠狠地抽，抽到他承认自己是个骗子！住手！什么人敢拦我？找死吗？恭迎萧先生。他就是萧雪，是萧雪。夫人，这是萧先生的弟子王有德，王老。师父正在昆仑山顶为夫人筹备神婚，特意让我来替他迎亲。王老，我们不负先生所托，已经找到夫人，正准备送她回去。刚刚不知您身份，
冒犯了。等我嫁给阿玄，一定替你美颜。不要戏他，他刚才甚至都认不出来你不是萧玄，我才是萧玄要找的人。怎么回事？王老，您不要听这个骗子一派胡言，他冒充夫人。什么？林若雪她不但撒谎怀了神胎，还毁了阿玄送我的定情信物千年古玉龙佩。你胡说！明明我肚子里怀的才是萧玄的孩子。好了，既然你们各执一词，那我就用师傅传给我的法宝上古神镜来检验神态。原来如此，她才是真夫人，她才是真夫人。你撒谎！你看看，明明看到我肚子里怀的才是神胎，你为何要颠倒黑白？你就不怕萧玄责罚吗？责罚我已经受过了，我侍奉萧玄70余年。我是想献上孙女儿，让她继续庇护王家。她不但将我重伤，还不夺我王家气运，最终家破人亡。她凭什么能有妻儿？她怀的根本不是神胎，还撒谎，妄图攀附师傅，简直是胆大包天。果然如此，林娇娇才是真的夫人，林若雪只是个冒牌货。连阿玄的徒弟都说了，我怀的才是神胎。林若雪，我看你怎么办。萧玄来了，等他知道你们对我做的这些，他一定不会放过你们的。王老，这骗子冥顽不灵，到现在还在装真夫人。如果我们不给他一个狠狠的惩戒的话，怕是对不起萧先生的威名啊。此乃无根水，是师傅所赐，可以让万物生灵魂飞魄散。把这个给他喂下，可以立刻除掉他肚子里的种。你不能这样做，王有德，你敢动神胎，萧玄不会放过你的。师傅若是知道，只会谢我。动手！萧玄，唯我先屠灭我王家，我便让你一事无后。糟了，萧玄来了，你没有什么可失去的。萧玄，就算赔上这条命，也要毁了你的血脉。你在哪？你和神胎都得给我王家陪葬。萧玄，你是什么人？我乃萧玄。恭喜先生，贺喜先生，我们已接到夫人与神胎。恭喜先生。那我的夫人和孩子现在在何处？神胎居然还在，看来得另想办法。好了，时候不早了，我要给夫人梳洗，准备送嫁。我也要将此人一起带走，只有将他放在我的眼皮子底下，才能安心。有德，
到底想干什么？我知道你才是萧玄的夫人，但是我也可以让你不是。沈胎乃是三界之宝，修仙者本就难有后人。沈胎在谁的肚子里，谁才是真夫人。换胎需要以血亲为引，你们是姐妹刚好合适。但是事成之后，你必须得听我的话，不然……我答应你。林娇娇，你疯了！你也怀孕了，你自己的孩子怎么办？只要能当夫人，我什么都愿意做。萧雪救我！萧先生，你别着急啊，夫人正在梳妆打扮呢。啊，是，等她候完凤凰羽之嫁衣，就可以出嫁了。你们是何人？我们是她的亲生父母，我们一直对她是好好照顾的，先生您尽管放心。好好照顾。那我送给夫人的护心龙佩，怎么会碎掉？是被一个疯女人冒充是你的女人，还想抢夺信物，才把这个龙佩变那么碎的。对，这事儿跟我们可没有关系啊，可别牵扯我们林家啊。先生放心，有我们在，夫人与神胎安然无恙。我们已经把那个疯女人给关起来了。萧雪救我！我要亲眼见到夫人和沈胎，才能确定他们的安危。夫人就在那里。先生，我女儿正在里面换嫁衣，您这时候进去，是不是不太合适啊？先生，根据我们村的习俗，夫妻双方正式成亲前，尽量少见面，还是等他收拾好以后再说吧。别挣扎了，等换完神胎，出嫁的人就是林娇娇了。萧玄不会放过你的。你还真把自己当回事儿。萧玄的眼里只有神胎，你这种凡人，在他的眼里只不过是蝼蚁罢了。等神胎到我肚子里，我就是萧玄的夫人，到时候我就是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了。王有德，你明明是萧玄的弟子，你为何要助纣为虐？萧玄废我修为，夺我王家气运时，可没见过情面。省点力气吧，现在到林娇娇的肚子里，你就可以去死了。不要把我的孩子，成功了！以后我就是真的萧夫人了。林若雪，你永远也争不过我。小心，救救我们的孩子！你抓稳他呀，别让他跑了。神胎有危险！神胎又如何？尚未成型，落到我的手里，再挣扎也没用。尽力了，不要放过我的孩子！快放我肚子里，拖久了，萧玄就反应过来了。萧玄，你是神又如何？你的孩子不还是在我手里吗？小心，救救我们的孩子吧！哎，滚开！先生，提前见新娘真的是会犯忌讳的。是
是啊，先生，这大喜的日子何必急于这一时呢？会引来灾祸的。我长生千年，这四海发荒，谁敢给我灾祸？请为引，神胎入体。胎到我肚子里了，我以后就是神的夫人。不要，我的孩子！爸爸，爸爸救我！破！你怎么在这里？先生，我自知犯下了大错，这才想着戴罪立功，为您迎接夫人和神thái。确实是神thái的气息，但怎么会如此虚伪？夫人毕竟是凡胎肉体，怀上神胎，承受不住啊！夫人辛苦了，我现在就带你回去完成神婚，分你一半的神。这手的感觉，我等恭贺先生迎回夫人与神胎。恭贺先生！等咱女儿嫁给了肖先生，咱们林家就真的飞黄腾达了。先生，夫人这神胎未稳，可不能耽误啊！先生，那只是一个想冒充夫人身份的骗子而已，您千万不要受他影响。我现在就去处置他。骗子？不，我不是。再闹，立刻弄死你！滚开！听着，若雪在我手里，敢动他，找死！小贤，你终于来了，我以为你都认不出我了。我怎么会认不出你？别怕，从今往后没人再敢伤你分毫。邱家主，这不对呀！王老说林娇娇才是怀着神胎的夫人，这先生怎么搂着这个冒牌货呀？肖先生，神胎已经到我肚子里，你看我现在是怀着神胎的人，你应该娶的人是我。那是我的孩子。神胎现在是我的，肖先生也是我的。滚！小雪，你就不怕伤到神胎吗？是啊，先生，这娇娇不才是你要找的夫人吗？有眼无珠，一群蠢货！看清楚，林若雪才是我的夫人，谁给你们的胆子伤害我的妻儿？可是您的弟子王有德已经检查过了，说娇娇肚子里的才是神胎啊。没错，我已经用上古神镜验过了，神胎就在林娇娇的肚子里。哇，真正的萧先生正在昆仑山顶筹备神婚，他不是萧先生，他就是冒牌货。王有德，你勾结外人欺师灭祖，就不怕天谴？你不帮我也
真是死，不如帮我一把。我拥立你为神母，我们未尝不能是神。对，他连我和神thái都认不出来，怎么可能是萧先生？他肯定是林若雪请来的演员。胡说！明明是你们几个丧尽天良，肚子里的孩子抛出来，塞到林娇娇的肚子里。够了！老侍奉萧先生70多年，怎么可能会撒谎？倒是你，不但冒充夫人，还找人冒充萧先生，伤害夫人和王老，此等罪恶，必须要挫骨扬灰，才能平息神怒。来人，拿下这对奸夫淫妇，免他们伤害沈太与夫人。你们都睁大眼睛看清楚，神长什么样？这画真的和他一模一样啊！难道他真的是萧先生？像，这也太像了！事实摆在面前，你们还要死撑吗？住口！1000年以来，见过萧先生真容的不超过1手之数，画神样的画工又怎么会知道呢？更何况萧先生真容根本不是凡人能画出来的。对，王老陪在萧先生身边70余年，肯定见过他的真容，我们应该相信他。没错，先生长生1000年，就算再驻颜有术，也应该是鹤发白头。哪像这般年轻，那一定是假的。没错，此人就是故意模仿画中神仙，想要借着阿玄的名义出来招摇撞骗。林若雪，你这个贱人，嫉妒我怀了神胎，就冒充夫人，现在还找了这么一个小白脸来冒充萧先生来演戏。我告诉你，没用！你个死小白脸，穿着这身白衣冒充萧先生，你这是对神灵最大的亵渎！乡亲们，这个冒牌货穿着萧先生的衣服招摇撞骗，若是惹怒萧先生，降下灾祸，咱们全村可都要遭殃了呀！快把他衣服翻下来，绑起来绑到后山尾廊，才能平息神怒啊！如果你们惹得先生生气得到惩罚，你们死也抵消不了。对，不能再让他们侮辱先生了，我可不想死啊！大家跟我一起，我们一起把他给抓起来！上！站住！他是萧玄，是保佑这方水土的神，你敢动他，就是亵渎神灵，必遭天谴，子孙后代也将灾祸不断。大家不要被他蛊惑了，眼前之人就是一个被他找来冒充先生的骗子而已，大家不用怕。林若雪，你也是这个村子长大的，竟然帮着外人一起来诅咒全村！这个不知廉耻的小贱货，居然敢帮着外人，这么向着他，难道你肚子里怀的就是他的野种？闭嘴！污言秽语，也不怕口业报应？还冤枉你们长啊！没有嫁人就怀娃，不是结婚是什么？还有你根本就不是萧先生，就是他勾来的奸夫！老婆，你怎么了？他怎么突然之间发疯了？你到底使用了什么邪术？当面亵渎神灵，制造口业，当有此报应。大家别慌，我妈只是说话太着急，咬到舌头了，现在已经好了。你真当我们是吓大的吗？就是林若雪怕受到处罚，找你来打掩护。我告诉你，你们2个都跑不掉。你这个野男人，把我女儿肚子搞大不说，还恬不廉耻的在这冒充萧先生，我们大家不会放过你的。他不是什么野男人，他是我孩子的父亲。你闭嘴！你这个小贱人！我们把你养育这么大，你不但不懂得报恩，还向着这个野男人。今天我就要打死你这个孽障！当着我的面还想动我夫人？你这个贱人，都是你惹的祸！勾来这个野男人作威作福，你是要遭天谴的！老婆，非我本意，这一巴掌打你们19年来偏心苛待，
让雪儿做牛做马。这一巴掌打你们欺辱我的妻子与孩儿，罪该万死！这不是障眼法，这是真法术啊！难道这真的是萧先生？不，他不是萧先生。我跟在师傅身边70余年，师傅法术通天，而他只不过是学了一点邪术而已，怎么敢碰瓷师傅？就算你修为了得，又怎能是萧先生的对手？先生一怒，天崩地裂，乌云盖地，血流飘出。岂是你这种妖孽能够抵御得了的？萧玄金丹境界未完，又与凡人定下神婚，需分出一半神力缔结契约。正是最虚弱的时候，一不做二不休，我未尝不能弑神。大家听着，先生马上就要来了。李若雪胆大包天，冒充夫人和神thái，还照着画像的样子找了个小白脸冒充先生，亵渎神灵，罪大恶极。先生若是知道了，肯定会震怒。这对奸夫淫妇若是不除，肯定会给村子带来灾难。大家一起上，把他们绑起来打死，只有这样才能平息神怒啊！打死他们！对，必须好好的惩戒他们，不要让萧先生失望。不要！站住！尔等再往前舞，便是不敬，必定天降神罚，祸及子孙。都愣着干什么？他吓唬你们呢！快上啊！杀了这2个亵渎萧先生的罪人！林娇娇，自己做了什么龌龊事，你心里清楚。你弄毁玉佩，冒充夫人，你还妄图抢夺神胎，真正的罪人是你！你给我闭嘴！各位，这对奸夫淫妇就是妖邪化身，今天不除了他们，萧玄先生知道了，怕是要降下天罚来惩罚我们的。谁先动手，就是为这个村子立下大功。我是萧玄的夫人，我一定会让阿玄为你们降下福运。挡住门口，不要让他们跑了。不，今晚不临，该受天罚。我就不信了，你能把我们怎么样？别说5步了，就走10步又何妨？5、4。就一个雷而已，怕什么？上啊！3、2、1。是神法，真的是神法，这真的是萧先生，他刚才说的全都应验了，这神法真的跟着他的道术来了，他真的是萧先生。没错，除了萧先生，还有谁能这样呼风唤雨呢？是啊，是。吓到了，别怕，我说过会护你周全，就绝不会食言。都愣着干什么？他就是装神弄鬼，你们越害怕，他就越嚣张。没错，刚才就是你们动得太慢了，这才惹得师傅不满。来，现在大家一起上，打死这对奸夫淫妇，神自然就会原谅我们。大家听着，今天谁打死他们，我就替师傅做主，祝他延寿100年，子孙福泽万年呀！邱家座，家族兴衰在此一举啊！给我上！雷霆，
这是真雷霆啊！这人抬手就可以引雷杀人，恐怖如斯啊！小轩，他们是他们自己要触怒天王，怪不得别人。那你就是给我再多的东西，我也不敢动它了。哎呀，拿命再赌，这谁敢上啊？你们上吧，我不上了，我不上了。不要怕他，他就是故弄玄虚吓唬我们而已。否则他怎么不带着林若雪飞走，一直待在原地？从刚开始，萧贤就一动不动。莫非他为了救这女人，神力全用来疗伤了？大家别慌，既然他不让我们上前，那我们就放火烧死他们。去，搬油桶。小轩，你快走，他们要烧了我们。不急，你身体还未痊愈。好，全家一起合葬。火烧起来了！你们今日此行为，便是毒神，不仅自身会遭天谴，世世代代、子子孙孙都会被诅咒缠身，永世无法翻身。王老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呀！你确定他真的不是萧先生吧？他就是编这些鬼话吓唬人的，什么诅咒天谴，就是骗你们这些胆小鬼的。你们是信萧先生的弟子和夫人，还是信他这个冒牌货？王老和这个夫人说的对，杀，烧死他们！小轩，我们不会被烧死的。雪儿，我说过要护你周全，就绝不会食言。放心，我们不会有事，有事的是他们。我感觉好多了。小雪，你完了！小雪，你还好吗？你脸色好白，是不是影响到你了？我没事，我神力如江海，疗伤耗损不过尔尔，你放心。可是我看到画像裂了，一幅画而已，只是信徒的供奉，不是我的神力本源。画像一毁，香火已断，从今往后，他们的所求所愿，与我再无干系。村子将再也不会受到神的庇佑，你们这是在自掘坟墓，装模作样，等会儿烧死你们，看你们还怎么嘴硬！画像裂了！断了，联姻断了，萧先生的庇佑没有了。大祭司，你怎么了？天堑是天堑要来了，有人触怒了先生，全村人都要遭殃了。快，我带去祠堂，再晚都来不及了。邱先生，老爷，祭坛骨架一瞬间暴跌，夫人和小少爷这昏迷不醒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快备车，必须要让萧先生息怒，否则我们邱家就要完了。哎呀，画怎么毁了？那我们村子不是就是完蛋了吗？先生真的不再庇佑我们村了吗？全都被他给说中了。难道说他真的是萧先生？完了完了，我们都要死了！闭嘴！他连神胎都认不出来，还把林若雪这个冒牌货当夫人，怎么可能是萧玄？没错，
画像裂了，这是师傅在责怪我们惩罚不力，到现在还没有抓住这2个毒神的罪人。可是王老，我们已经尽力了呀，他远不是我们能对付的。那是你们没有尽全力。王老，要不还是您亲自来吧？什么意思？你是不相信我这个先生唯一弟子的话吗？不敢，不敢。王有德，你敢吗？你嚣张什么？画像毁了，你也完了！小心，小心！住手！都给我住手！萧先生，萧先生，是我来晚了，没有保住您的画像，求你不要怪罪我们呐。我们村供奉了萧先生的画像100年，萧先生保佑我们风调雨顺，你们谁吃了雄心豹子胆，还毁了萧先生的画像？是林若雪这个贱人勾引来的野男人，他冒充萧先生，萧先生正怒才降下惩罚的。大祭司，我怀的可是神胎呀！他们嫉妒我，就想杀了我跟孩子，你一定要替我做主啊！神胎，真是神胎！这纯净的灵气，是萧先生血脉独有的气息呀！那明明……大祭司都亲口承认了，娇娇肚子里怀的可是神胎，我们依旧是神亲，我们林家飞黄腾达，指日可待呀！等你生下神胎，他必会受到万民崇敬，到时候整个3界都得敬着你王。听到没？我怀的可是未来的神，你们现在跪下来求我，说不定我能在孩子面前替你们美言几句。我邱家一直尽心尽力的护佑夫人，今后也一定会供奉您和神胎的，只求萧先生能够庇护我们，让我邱家生意兴隆啊！对，我们赵家也一样，夫人的吃穿用度我们全都包了，只要能获得神药，花多少钱我都愿意。我愿意供奉夫人与神胎。大祭司，我以萧先生夫人的名义命令你，现在就此诛杀此2人。你腹中空空如也，连半分神胎的气息都没有，冒充我夫人，还妄图盗窃神胎气，你的下场会比所有人惨烈100倍。死到临头了还在嘴硬，现在画像已毁，我看你这个妖邪还有什么本事？小雪，我们的孩子……神胎感受到了我的神力，要醒了。好痛！我的肚子好痛！怎么回事？我的神胎，我的神胎怎么会这样？妈妈，我要妈妈！爸爸刚才的神力好温暖。神胎认母，林若雪才是夫人。那他真的是萧先生？不可能！我明明将神胎移到林娇娇的肚子里了，这是怎么回事儿？恭喜萧先生和夫人喜得神胎！参见先生，参见夫人，参见神子。完了，这下全完了。妈妈，他们抢不走我，我永远是你的孩子。孩子，是妈妈对不起你，让你受委屈了。不怪妈妈，我知道妈妈在努力的保护我。不可能！林娇娇怀的不是神胎，我们被骗了！
孽干！闭嘴！爹，你怎么来了？肖先生，是我官鸟无方，你冲撞了，还请您大人有大量，饶过我们邱家。爹，他真的是肖先生吗？要不是你有眼无珠，触怒了肖先生，我们邱家会破产。怎么会？咱们邱家可是京城首富啊，怎么会破产呢？我给肖先生跪下道歉！先生，夫人，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千错万错，都是我一个人的错。我求求你，饶过我们邱家吧！这都是你们自作自受。肖先生，愿我们被猪油蒙了心，才敢质疑你的身份。你是大人有大量，放过我们吧。我赵家愿意拿出1万家产，只愿重新求得先生庇护啊！都还愣着干嘛？肖先生和夫人在此，还不赶快跪下道歉！肖先生，我们知道错了，求你看在若雪的份上，饶过我们林家吧。雪儿即将成为萧夫人，早已断了尘缘，你们的罪孽皆是自酿。自画像毁掉那一刻起，我与这方水土的尘缘便已了断。肖先生，不可啊！村里还有不少老人和孩子，他们从未参与此事，难道也要跟着受天谴吗？夫人，您心善，求你为无辜之人求求情吧。是啊，放过我们吧。全村上下福祸一体，有人作恶，其他人自然要一起担责。肖先生不肯原谅我们村子，都是因为你们3个畜生。肖先生，我现在以大祭司之名承诺，将林天元一家3口赶出村子，断绝祸根。林家与村子再无瓜葛。大祭司，你不能赶我们走，你把我们赶走了，我们去哪呀？凭什么赶走我们林家？可若雪也是林家的女儿。我早就被你们赶出了家门，你们纵容宁娇娇冒充我，还抢夺我腹中的神胎，这些账我还没跟你们算清楚呢。都是他，是王有德用邪术把神胎放到了我的肚子里，他跟我说这样就能当夫人，是他骗的我，我是无辜的。贱人，你倒把自己宰得干净，就算拼了我这条命，也要咬你几块肉。小陈老师，小心！我授你神力，庇佑你王家70余，你却勾结奸人背叛于我，还敢觊觎神胎，简直罪该万死！你这个狗东西！要不是你，我们怎么会认不出萧先生，认不出夫人呢？我们这么信任你，却在背刺萧先生，害得我们差点跟你一起陪葬。对，你这个畜生，都是你让我们惹得萧先生生气的。对，若不是被他们给蛊惑，我们怎么敢动先生呢？你们所有人都有份儿，你们没动手。你们以为萧贤只杀我一个人吗？你们每个人都跑不掉的，迟早要被他扒皮抽骨的。少在这挑拨离间，我们已诚心忏悔。萧先生明辨是非，绝不会滥伤无辜。你这个叛徒，罪该万死。萧先生，我们替你除了他。我们来动手，免得脏了萧先生的手。都退下！背叛我的人，从来都只有一个象征。我不想死，先生饶命！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！我乐。大祭司，我们不想死，你快帮我们求求情吧！大祭司，我们可是您看着长大的，您不能见死不救啊！活该！你们勾结叛徒，冒充夫人，连累整个村子跟着你们倒霉，你还有脸给我求情？呸！你们这有眼无珠的东西，刚才还在萧先生面前耀武扬威，现在知道害怕了？
亲女儿都算计了一家，就该死！若雪，我的好女儿，你看爹一把年纪了，这娇娇她也知道错了，你要不就帮萧先生求求情，就当可怜可怜我们啊！女儿，你刚刚对我喊打喊杀的时候，怎么不知道我是你女儿？你纵容宁娇娇陷害我的时候，怎么没想到我是你女儿？你要把我和萧玄一起杀死的时候，你怎么记不得我是你女儿？再怎么说，那我也是你亲爹，打你骂你，那不都是为了你好吗？对呀，我们生你养你，你就得听我们的。现在你当上了夫人，就不认你的爹娘，你简直就是白眼狼！住口！你们也配提生养二字？雪儿在你们林家吃了多少苦，受了多少罪，我全都看在眼里。自从你们把我绑起来卖掉的那一刻起，我与你们林家就再无瓜葛。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，我怎么就养了你这个白眼狼？再怎么说，这血缘关系都是刻在骨子里的，不是说你想断它就能断的。谁说不能断？从今往后，雪儿与你血亲尽断，再无瓜葛。都是他，都是林娇娇干的，是他，我们不知道他冒充萧夫人，他还骗我们说沈太在他肚子里，我们才帮他的。妈，住口！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！你为了攀附萧先生，你连爹娘都骗，你还敢连累我们林家？若不是你贪慕虚荣，我们能成今天这个样子吗？我可是你们亲生女儿，你们犯了错就要拿我顶锅！够了！我没有你们这样的家人。小轩，我不想再听他们废话了。先生，这林家人交给我来处置吧，我绝不会放过这个冒充夫人偷取神胎的冒牌货！我不是冒牌货，神胎明明就在我的肚子里，是林若雪偷了我的孩子，都怪你，都是你的错！如果不是你，我早就嫁给了萧先生，神胎也不会离开我。林若雪，把神胎还给我！把神胎还给我！我的头！对付这种不必脏了我的手。林娇娇毁神毒神，觊觎神胎，天罚已经降。天罚？什么天罚？这……哎，我的头发，我头发怎么都往下掉啊？这只是开始，报应会一个个在你们身上应验。是你搞的鬼！你要害我们！天理昭彰，报应不爽。你们作恶的时候，就没想过会有今天。若雪，爸知道错了，爸以后再也不敢了。你就求先生滚开！刚刚还说要杀了萧玄，这都是上天对你的惩罚。那是爸瞎了狗眼，但是你不能见死不救啊！爸跟你毕竟10几年的感情在呢，对吧？我们的血缘已被斩断，跟你只是陌生人。你林若雪，这个不孝女，无论如何她都是你亲爹。你要是眼睁睁看她遭报应，你就背上弑父的骂名，全天下人都会穿在脊梁骨。老婆，你怎么了？这无土邪气是凡人渡神争取阳寿的征兆，他们五脏已衰，马上活3日了。萧先生，我求求你开开天恩吧！若雪，我们不想死啊！求求你救救我们吧！若雪，我知道错了，你不能眼睁睁看着我们死啊！若雪，你不是要和萧先生举行神婚吗？难道你想在你最风光的时候看到你的亲生父母双双暴毙吗？那你这样就是天理不容啊！你就是结了神婚也会受晦气的。我不怕别人的流言，只怕
怕会影响萧玄的身孕和孩子的气运。吃下去。你当我是傻子吗？一个破桃也能救人命？不救就不救，还在这戏弄人！你们根本就不想救我们，就是想看着我们死！有眼无珠，别以为我们好骗，就一个破条子，哪里找不到？想让我们感恩戴德，没门儿！肯定是毒桃子想要毒死我们灭口。萧玄有意救你，你们却把好心当成驴肝肺。他要是安好心，怎么还要让我们遭报应？你为什么不直接用神力救我们？就是痴心妄想，给过你们活路不走，偏要往死路上走，那就怪不得别人。这纹路，这仙气，这难道是昆仑山上3千年一熟的仙桃？仙桃？昆仑山仙桃？这难不成就是吃了能增寿100年、洗髓伐骨的仙桃？正是呀！啊！哎，这是我的仙桃，什么你的？这是萧先生扔地下的，这是侮辱之物。赵广义，我李家愿出100亿买下仙桃，我薛家多出20亿，外加上城郊的3座矿山。哎，我的仙桃你还我！若雪，爸爸这次真的知道错了，爸得求你最后一回。我知道你们手里肯定不只有一个桃子，对不对？住口！给过你们活路了，是你们自己不要。从今往后，生死荣辱全凭天命，你们自生自灭。雪儿，我带你去完成我们的婚礼。你不能走啊！你走了我们怎么办呢？阿玄，我这是你。我夫人美得不可方物，连天地万物都为之变色。萧玄，遇见你是我此生最大的幸运，此后岁岁年年，我都只想与你共度。今日昭告天地，我将与夫人林若雪完成神婚，与我共享长生。我赵家愿献出1万家产，为神婚添置仪仗，供养夫人于神台。我邱家愿献出所有矿山与商铺，铸1万两黄金，为萧夫人打造凤冠。我等愿献出家产，祝贺先生与夫人喜结连理。别太张扬。你是我的妻子，理应受此尊崇。过去你受的委屈，我都要一一补回来。恭送萧先生夫人。秋日就像一扇窗。雪儿，从今以后，这里只属于你。萧玄，已经为我做了这么多。雪儿，这段时间你受的苦，都是我的过错。从今往后，我以命起誓，护你一世安稳，宠你一生无忧。我请万物见证，让天地知晓，你是我萧玄唯一的妻子。神婚本该是我的，林若雪那个贱人抢了我的位置，还想着你的神婚呢？啊，也不看看你现在什么样子，头发全白，皱纹比我还多，萧贤会看上你？神胎本来在我肚子里，只要我去了，萧
萧先生就会认出我。我要去找他。你疯了！我们已经得罪了萧先生，你再去那也是死路一条。放开我！都是你们没用！当初要是早点弄死林若雪，我早就嫁给了萧先生。我现在这副模样，你们满意了？你个丧门星，真是不知好歹！都是因为你，我们家产都没了，还敢在这个破屋子等死，你还想怎么样？林娇娇在吗？萧先生，一定是先生来接我了。陈先生，你怎么来了？哎呦，果然是患难见真情啊，还是真少对洪娇娇情意深呐。真少，你终于来了，我就知道你不会丢下我的，太好了。嫁进甄家，虽然跟嫁萧玄比不了，但至少也能富贵一生。林娇娇，看看你这张脸，比我家佣人还显老，也有脸往我身边凑。真少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真少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这里是50万，够你买几瓶护肤品，好好填填你的皱纹了，也算是我对你的补偿。补偿？真少，你之前不是说要娶我的吗？我肚子里还有你的孩子呢。林娇娇，你怕不是脑子坏了吧？咱们两个不过是酒后消遣，玩玩。再说了，谁都知道你得罪了萧先生和夫人，你这个骚气，别玷污了我甄家的气运。真少，你不能这样对我，我肚子里有你甄家的血脉，你不能不认。别碰！真少，真少，我的肚子。林娇娇，这都是你自找的，走，走。哎呦，真是造孽呀！你闭嘴吧，都是因为你，要不是你串到我把热血给卖了，我们怎么能变成这样？换我？当初谁拿刘全的钱？你现在怪上我来了你？你别吵了，都是林若雪害的，要不是她，我早就嫁到甄家风光无限了。还有你，不是你贪慕虚荣攀附萧先生，非要跟林若雪抢，我们至于让全村人臭鸡两虎吗？林天远，开门，把林娇娇交出来谢罪。都是因为这个贱人，害得我们全部都遭难。开门！完了，他们找上门来了！快，把门抵上，别让他们进来呀！我可是差点要当上萧夫人的人，他们不敢把我怎么样。你给我闭嘴吧！都是因为你，村子才遭的殃。现在失去了萧先生的庇护，他们现在要拿你祭奠谢罪呢。林天远，你别躲着！林娇娇冒充夫人得罪萧先生，必须交出来受罚！再不开门，我们可砸门了！开门！爸妈，你们不能把我交出去！我要是死了，就没人跟你们养老了。林若雪也不会放过你们的。你们害得我们村子失去萧先生的庇佑，你们今天死定了！等一下，我告诉你，今天谁拦着都不好使。我是夫人的亲生父亲，你们敢动我一下试试？你少摆谱，夫人已经跟你断绝关系了。我是林若雪的亲爹，这是血浓于水的事实。只要我们向他登门道歉，磕头认错，他现在的夫人，他总不能连自己的亲生父母都容不下吧？对吧？对，若雪心善，只要我们认个错，他肯定会护着我们的。放屁！若雪要是心善，我们就不会遭这么多罪。她早就不认你们了。你给我闭嘴吧！都是你惹的祸！我
知道你恨我，他总不能让夫人担上不孝父母的骂名吧？那传出去，那萧先生他也会动怒的，对吧？他说的也有道理。这神婚刚完成，我们现在就处置了夫人的亲爹，外人怎么看？可他当初那么欺负夫人，说不定夫人根本不想认他。我们现在就去找他，登门道歉，磕头认错，我们磕到他原谅为止，好吧？好，我们念在夫人的面子上，就给你们一次机会。要是夫人原谅你，我们就饶了你；要是夫人不原谅，或者你敢耍花样，你们一家3口一个都别想跑。若雪啊，你就出来见爹一面吧，爹知道错了，爹不该偏心，你就原谅爹一次吧，啊！若雪，我们知道错了，我们再也不敢了，求你发发慈悲，放过我们一家3口吧！赶紧求他原谅，你就该死！林若雪，我错了，求小仙人赐福，求夫人庇佑。夫人正在养胎，任何人不得进入。这怎么办呢？这怎么了？先生、夫人，村民们把林家人押在门外，说要让他们给您磕头谢罪，求您庇佑村子。阿轩，你说我应该怎么做？雪儿，我尊重你的决定。恭迎夫人！若雪，你终于肯原谅我们了啊！我们知道错了。我什么时候说过要原谅你？连头都磕破了，你还要怎样？哼，你们那是自作自受，夫人没让你们偿命就不错了。是的，娇娇她的孩子都流掉了，她可能以后再也生不了孩子了。我们都被赶出村子了，现在住了破院子，也差不多了吧？不要赶尽杀绝了，好吧？就是，现在是萧家夫人，风光无限，你就忘了你的亲爹娘。娇娇留了孩子，我们又受这么多苦，你要是再救着不放，你就是冷酷无情。是你们帮着林娇娇冒充夫人在先，勾结叛徒在后，甄家动手是你们攀附豪门的恶果，关夫人什么事儿？对呀，林娇娇孩子流掉也能怪在夫人身上吗？你们要不要脸？女儿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这就继续磕头，磕到你原谅为止啊！若雪，我们知道错了，以后我们给你当牛做马，求你高抬贵手啊！够了！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我就不相信你还能杀我！哼！知道错了。是的，我们是真的知道错了。你们不是知道错了，是知道自己要死了，怕。你什么意思啊？要是萧雪不是修仙者，要是他并未娶我为夫人，今天你们还会放过我吗？不敢说话了。你们现在在这里磕头认错，我就是怕萧玄掉了你们的性命。你胡说！别嚣张！我告诉你，林若雪，嫁给萧玄这种神仙人物，如果没有娘家人给你撑腰，哼，早晚被他淹死。他之所以现在宠你，呵呵，是因为你肚子里怀了神胎，等孩子生下，就是块被用过的破布。王芳，你怎么敢这么说萧先生和夫人？我有什么不敢说的？她一个没有娘家人护着的丫头，在神仙面前能有什么地位？哼！等将来萧先生腻了她，她哭都没地方哭，还不得靠我们林家人护着？若雪啊，听爹一句劝，别把事情给做太绝了。
你现在肯认我们，我们娘家以后还是你坚定的后盾。反过来，你要是赶尽杀绝的话，所有人都会知道你为了依附萧先生，亲手逼死了自己的亲生父母。你敢？我有什么不敢的？我可是你亲爹，我死了，就算你成了夫人，也会永远抬不起头的。你的孩子就算是神胎，也会被人戳脊梁骨的。谁敢咒我的夫人和孩子？你们几个还敢大放厥词，真是不知死活！小先生，你就把我们当成这是个屁，给放了吧！林若雪，你不能杀我们！你要杀了我们，你就是帮凶！杀你！这种脏了手的事，我还不屑。既然不能杀，那就不杀。真的，谢谢萧先生，谢谢若雪啊，谢谢。是，我们再也不敢了，以后我们再不闹事儿了。对，我们保证，离开之后永远不会再回来打扰你们啊。阿璇，他们3个不会知道错的，你不用在意我，该怎么做就怎么做。放心，我有分寸。咱走吧啊。走！我说了不杀，可没说要放过你。您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不想因你们3人影响雪儿的名声，才留你们一条性命。但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我罚你们3人进入天雷池，受500年雷刑，不死不灭，永受煎熬。天雷池，我听大祭司说过，这是上古神法之地，专惩大奸大恶之徒。受500年雷刑啊，生不如死，还不如死。萧先生，饶命啊！我们再也不敢了，求你别把我扔进天雷池啊！我不要天雷池，我不要！走开跑！放开我！差点成了萧夫人的人，你们敢这样对我？闭嘴！萧先生，夫人，这3人罪无可恕，我们现在就把他们滚去天雷池。以前是我们眼瞎，没能早点看清楚他们的真面目，让先生和夫人受委屈了。今天就用他们的命替我们村队赔罪。若雪，我可是你亲爹啊！你真的忍心亲眼看着我被雷劈吗？若雪，求你放我一条生路吧，我再也不敢了呀！走开！若雪，你这个贱人，就算死，我也会化成厉鬼缠着你，神胎也无法安稳出生。闭嘴！到这个时候了，你还敢诅咒夫人和神胎，活该你遭雷劈。雪儿，肚子有点不舒服。等等，萧先生，夫人，求您原谅我们，重新庇佑我们村子。神胎胎相怎么会不稳？阿璇，神胎会不会有事？别怕，让我用神力。笨蛋爸爸只会用神力，不知道让我休息吗？你听，宝宝都笑你呢。妈妈好，爸爸坏，别人的爸爸都给唱摇啊摇，还讲故事，他什么也不会，冷冰冰的。孩子还小，你别往心里去。宝宝，你体谅一下爸爸好不好？爸爸长生千年，几乎都没有下过山，哪懂这些？这个怎么样？不要粉色。这个呢？
慢点喝，别烫着。阿轩，真没想到，居然会为我和宝宝做这些事。我是你的丈夫，宝宝的父亲，你以前受的所有苦，我都要一一弥补。你想要什么，喜欢什么，我都给你。我们去逛街，你喜欢什么，我都给你买。安璇，我想回去看看。好，都听你的。我在这里生活了19年，没想到物是人非，重新回来，感觉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。你还是那个善良的你，只是压在你头上的大山没了。怎么还有村民在祈福？萧先生，夫人，我带着村民日夜祈祷，求你们能原谅村子的过错。萧先生，求求您重新庇佑我们村吧，不然我们活不过这个冬天的。他们当初虽有摇摆，却也未真正作恶，只是……阿璇，他们是无辜的，林家作恶，不该连累整个村子。你看他们日夜祈福，不过是为了给自己生存谋一份希望。你想原谅他们？你这心软的性子呀，罢了，都听你的。此塑像承万民香火，护一方水土。今日我便以万山灵气重铸其形。你看，花动了！萧先生听到我们的祈求了，我们有救了。只要我们真心信奉，神灵自然会听到我们的祈求。夫人来了。参见先生夫人。雪儿，这都是你为他们争取来的，理当由你接受他们的感激。我先回去等你。大家都起来吧，不必多礼。哎，谢夫人。夫人，我们村民天天都在念叨，当时没能及时护着你，是我们糊涂。夫人，我对不起您。当初林家3人欺负您的时候，我明明感觉到不对劲儿，但是我没说。夫人，您惩罚我吧。还有我，连句公道话都不敢说，我这心里堵得慌呀。我们也是，对不起嘛。若不是萧先生及时赶到，我们都成了帮凶。现在想想，真是糊涂透顶啊！大家都起来吧，都过去了。对，好。夫人，这花给你，香香的。谢谢你，爸爸。有这样仁慈的夫人，是我们村子的福气啊！夫人，你怎么了？糟糕，神胎要出事了！医生，你一定要保护好他们母子俩，他肚子的孩子身份尊贵，一定要用最好的药，无论花多少钱都无所谓。老人家，请你冷静点，无论这孩子是什么身份，我们都会尽力的。你不明白，她是萧先生的夫人，她怀的是神胎，担负不起。这人是妄想症啊！什么神胎？这世上哪有神？人在哪儿？参见萧先生。你从哪里出来的？别废话，立刻安排最好的医生和设备。雪儿是凡人之身，生下神胎不易，我要帮她。不行，
用神力强行干预会伤到雪儿。萧先生，您别担心，夫人吉人自有天相。对，很好，马上出来了。好，孩子出来了。这是什么？它怎么在发光？这位家属，你现在不能进来。这是怎么回事？难道他真的是神？雪儿，辛苦你了。从今以后，我们一家3口再也不分开了。给孩子取个名字吧。萧念雪，千年万年，萧玄都念着林若雪。拜见萧先生、夫人。萧先生、萧夫人，这是我的一点心意，我祝神子岁岁平安。我等拿出集团1半股份献给神子，祝神子健康快乐。神子可不缺这些财货，我捐献10座学校，就叫念学小学，让全天下的孩子都沾着神子的福气。你卷我是吧？啊！我捐15所学校。各位的心意，我们都心领了，但是我们不需要这些。如果你们真心想送，不如捐献出去做慈善吧。累不累？要不先休息？阿璇，阿璇，我想跟你商量件事。我想重返校园，继续完成学业。不行。为什么？你刚生产完，身体还未完全恢复，学校人多眼杂，万一出事怎么办？上学是我这辈子的梦想，我好不容易才考上梦想的大学，我想继续上完。你想做什么事，我都能帮你做到。我可以给你建一座私立大学，请最好的老师来教你，何必去挤凡人的学校？这不一样，我要的不是特殊对待，我是想和普通人一样的机会。我想靠自己的努力，站在你的身边。我说过，我会护你长生，护你一世安稳，何必再去受苦？因为我不想做你的附属品。在林家，我是工具，难道在你这里，我就只能做被你保护起来的金丝雀？萧玄，你是不是觉得我永远都配不上你这个高高在上的萧先生？我从未这么想过，是我怕你觉得长生修行无趣，贪念凡尘，丢下我和念雪离开。你怎么会这样想我呢？我不敢赌，与其冒失去你的风险，不如让你留在我身边，安安稳稳的过日子。你看什么，萧玄？你放我出去！雪儿，你不能离开古宅，你好好冷静一下，等你想通了，我再给你解开封印。念雪醒了，他们给念雪煮了米糊，我去端。萧先生，早餐已经备好了。他会吃吗？这3天，他哪次不是等我走了才动筷子？夫人，这是你要的教科书。谢谢你。萧先生这2天可不太好过，也希望夫人能够明白先生的苦心，原谅先生。知道了，东西放下，你先退下吧。是。
雪儿好像真的很想去上学，难道真的是我错了？夫人，该吃饭了。萧雪呢？我怎么一天都没见他？萧先生在主屋等您呢。等我？阿雪，你……雪儿，这段时间我很抱歉，我总以萧先生的身份自居，觉得给你萧夫人的尊荣，给你无尽的财富，就是对你好。我怕你在学校受欺负，怕凡人的流言蜚语伤你，更怕你接触了外边的世界，就不再需要我这个古板的神。所以你就把我关起来。是我偏执，是我糊涂，我忘了问你真正需要什么。你是一个独立的林若雪，而不是萧玄的附属品。这是清北的复学申请，我已经帮你办好手续了，还有专门的老师帮你补之前落下的课程。以前我给你修仙者夫人的尊荣，现在我给你想要的幸福。雪儿，你愿意嫁给我？不愿意。如果爱是随风而起，我该如何才能平息？拼尽全力不能和你重叠这轨迹。你看天空落叶如雨，是我。接下来，让我们有请优秀毕业生林若雪上台。林若雪同学，你的成绩这几年一直是全校第一，学校决定将你保送去哈佛大学读研究生，学费全免，还可以申请全额奖学金。谢谢你，校长，但是我不能过去。为什么？你要知道，这不仅是你的机会，也是我们学校的荣誉。多少人盼着这个跳板来改变命运呢？我的家乡在深山，还有很多和我当年一样的女孩被困在那里。我爱的，我想守护的人都在那里。哈佛的图书馆再大，也抵不过我对故土的牵挂，所以我想回去，给那些女孩做引路人。好姑娘，是我格局小了，你放心，学校会全力支持你的。恭喜夫人顺利毕业，念雪还在家里等着我们回去庆祝。阿雪，我想之后去山区支教，你会支持我吗？当然，我修行1000年，不及我夫人温柔又强大。我愿永远追随夫人，夫唱夫随。